達爾美法案啦，對醫療白卡 Medicaid、Obamacare、ACA 嘅新規定啦，將會喺26、27年起咧就陸續生效噶啦。咁喺美國住嘅我哋啦，咁又應該點樣去及早規劃未來嘅醫療選擇，避免成為嗰1700萬可能冇咗醫保嘅人呢？面對法案新增嘅工作要求條款，如果你冇辦法穩定咁去返工，又應該點樣去應對呢？而有網友就將醫療白卡比喻為香港嘅綜援制度，覺得佢成為咗一種令到人哋唔使去付出，但係可以白白咁去攞着數嘅福利機制。咁樣嘅講法又係咪合理呢？而達爾美法案嘅改革又係咪真係有效嘅去阻止而家福利俾人去濫用嘅情況呢？歡迎大家收睇，我係 Tommy。咁延續翻上一集所講嘅內容啦。老實講嘅吓，咁呢個法案我講到呢一刻咧，我自己都會覺得悶啦。不過咧，我都應承翻大家，下一集我哋會轉一個比較輕鬆少少嘅、比較有趣少少嘅話題。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喺美國呢度生活啦，醫療咧始終係大家最關注嘅一個嘅考慮之一啦。你話一餐飯食少咗就好閒嘅啫。咁但係你冇咗適當嘅醫療嘅照顧啦，你睇少一次醫生啦，後果就可能好嚴重噶。所以啦，既然你話個法案點都好啦過咗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及早去部署啦，保障你自己，保障你屋企人，為未來做好一個嘅打算。將來咧會有1700萬嘅美國人咧係冇咗佢哋嘅醫保，其中大概係1180萬咧係因為今次嘅法案通過咧而受到影響噶。另外90萬係因為現屆政府對 Obamacare 嘅行政改動，仲有420萬嘅人係因為而家政府冇去延續上一屆拜登時代嘅政策，去擴充補助嘅資格而冇咗保險噶。呢一集咧我會分開講每一個組別嘅情況。首先啦，部分人咧係會完全冇晒資格，唔可以再攞白卡或者 Obamacare 嘅 subsidies。我哋都喺過去嘅幾集講過啦，呢度嘅人包括住難民、DD 身份、申請緊或者攞咗政治庇護嘅人，以及攞咗綠卡但之後未住夠5年嘅人等等啊。而如果你係呢一度其中一個人啦，就算將來你攞到綠卡咧，都係要之後再等多5年先能夠合資格。咁當然情況許可嘅話啦，入籍美國做公民咧，一定係最快噶。所以咧，你剩翻落嚟嘅選擇咧，就可能只有你揾到一個好好嘅工啦嚇，咁佢就俾一份醫保你噶，你自己就買一份比較昂貴嘅保險啦，又或者你買一份比較差少少嘅保險啦，甚或者係完全冇保險啊嚇。我都揾翻幾年前咧同大家去整嘅醫療保險選擇嘅流程圖啊，再根據翻今次嘅新法案做咗少少嘅修訂。呢度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嚇，都影響到我身邊嘅一啲朋友啦。如果你係正申請緊年過65歲嘅父母嚟到美國團聚，喺而家啦，雖然佢哋係攞唔到嗰個聯邦嘅老人保險 Medicare， 因為佢哋未住夠5年啊嘛，但係佢哋都係有資格去攞醫療白卡或者 Obamacare 嘅 subsidies 噶。但係喺法案通過之後咧，佢哋將係會變成三失，冇咗 Medicare， 冇咗 Medicaid， 亦都係攞唔到 Obamacare 嘅 subsidies。而眾所周知啦，其實老人家咧要買一個私人嘅保險啦，個費用係極為昂貴噶。例如啦，喺我哋洛杉磯地區啊，2個65歲嘅老人家啦，如果佢哋係冇任何嘅補助，去買 Obamacare， 每一個月嘅保費咧，大約係$1900噶。呢一個咧，仲要係揀一個相對比較平嘅 HMO 銀卡計劃嘅情況之下。如果因為你自己嘅醫療需要，畢竟佢哋都上咗年紀啦，係需要更加優質嘅保險計劃嘅話啦，例如你要去買到白金卡嘅 PPO， 每一個月嘅保費咧更加係高達4000到5000幾蚊美金。我哋呢一度咧就假設佢哋揀一個好普通嘅1900蚊嘅計劃。呢一對老人家淨係講保費嘅開支畢竟啦，你仲要計啲 co-pay 啊、co-insurance 啊、deductible 啊、額外買藥等等啦。但係未來5年之間咧，佢哋都係要俾超過115000美元噶。
咁啊，上一集啦，有觀眾就留言就話啦，其實新移民咧本身一開始就唔應該去攞政府福利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其實你話申請人啦，即係嗰個仔女啊，佢正值一個工作嘅黃金期啦，即係佢喺美國交稅嘅，佢好努力工作嘅，佢為社會去作出貢獻嘅，佢都係希望接佢嘅父母啦嚟美國同佢團聚，即係盡一份孝心啦。咁啊，同一時間都希望佢哋可以幫手照顧一啲小朋友啦，係嘛？咁佢自己係專心嘅工作啊嘛。咁樣做嘅話，其實有錯咩？咁啊，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呢個頻道曾經同大家分享過呢一段嘅影片呢？而去到2014年，立法會出現咗呢一幕，大家應該都好記得㗎。點解我哋供養自己嘅父母仲唔夠，仲要供養埋其他人嘅父母呢？你係咪佢要養老豆老母？你老豆老母就係人啊，人哋老豆老母唔係人啊？你喺個閪門拉出嚟就係咁大㗎啦！對唔住啊，你都。咁啊，對於你同我都係出自呢個嘅西門啦嚇，咁啊，對於究竟養唔養人哋老豆老母咧，就唔係我自己最關心嘅一點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對父母佢喺移民美國之後咧，冇咗攞到原本喺香港而家啦嚇，每個月每人咧可以攞到4250蚊港幣嘅長生津，5年落嚟嘅機會成本加埋埋咧就超過咗18萬美元噶啦。你作為一個孝子賢孫，又會唔會作出另外嘅選擇呢？社會恢復秩序，香港國安法讓香港由亂變治，恢復秩序，再創繁榮，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繼續去講解呢個嘅法案對 Medicaid 白卡所新增嘅幾項嘅規定啦。首先，醫療白卡嘅收入驗證程序將會由而家嘅1年1次改為每半年1次，亦即係話啦，例如你喺加州嘅話啦，未來嘅每6個月啦，我哋都係必須去重新填寫一份而家就係有19頁嘅申請表，內容咧就係包括住你個人嘅收入啦等等嘅一啲嘅詳細嘅資料。而我哋加州相對嚟講，當然就比較方便啦，至少呢一份嘅表格係有中文嘅版本。而如果你係住喺華人區嘅話啦，你俾錢又好，你免費都好啦，咁其實你一定會揾到人咧係幫你填寫呢份表格噶。咁但係啦，如果你話你自己係住喺一個偏遠少少嘅地方，人煙係稀少嘅，資源不足，你自己又冇咁嘅能力去填呢份表格嘅話啦，咁你就真係要多加留意啦。咁我都建議翻啦，大家就真係喺個日曆上面咧就寫好晒啲日子啦，係嘛，定期去檢查一下，去完成呢啲咁必要嘅步驟。同埋咧，嗰份信寄出去之後咧，都一定要去再三嘅同你呢個政府部門去確認一下啦。而另外啦，如果你係喺呢個頻道嘅新觀眾啦，你可能都仲未熟悉 MAGI 同埋聯邦貧窮線呢兩個詞語係講乜噶。咁呢兩個指標啦，基本上係決定你可唔可以去申請白卡或者 Obamacare 嘅 subsidies 嘅關鍵噶。MAGI 啦，亦即係修正之後嘅調整之後嘅總收入，大致就係你報稅表104年表格上邊嘅 AGI， 再加埋一啲免稅嘅項目啦，例如部分嘅社安金等等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你係一個打工仔，你淨係得一份工嘅話啦，冇其他收入咧，通常你嘅 AGI 咧就係等於你嘅 MAGI。而聯邦貧窮線138%嘅標準啦，以今年為例，一人嘅家庭嘅年收入嘅上限咧係21,600蚊，二人嘅家庭咧大概係29,200蚊。咁我諗各位觀眾咧都會覺得係一個非常之低嘅水平。而當你了解咗呢兩個名詞之後咧，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實際收入去參考翻你所在嘅州份嘅政策，判斷你自己究竟應該去攞一個傳統嘅白卡啦、擴充嘅白卡啦，定還是係 Obamacare 啦。咁呢一部分咧，我喺過往嘅影片入邊咧，已經係有好詳細、好悶嘅解釋噶啦。咁呢一度咧，我就唔再重複啦。咁跟住落嚟，第二個新規定，法案係收緊咗白卡嘅追溯嘅覆蓋期。咁呢度所指嘅 retroactive coverage 咧，亦即係話你喺冇保險嘅時候你突然間病咗啦，你突然間入咗醫院啦，咁但係你係符合呢個醫療白卡嘅資格嘅話咧，你就可以即刻去
補領呢個白卡，然後攞翻過去幾個月嘅保險嘅呢個覆蓋啊。咁啊呢個咧都係我其中一個網友佢有過嘅經歷啦。咁啊啱啱咧佢嘅父母就過嚟同佢團聚啦。咁啊然後佢哋其中一個咧就好唔好彩地咧就一個好緊急嘅事情咧要入去醫院啦。咁啊亦都好好彩嘅，相關嘅部門咧即刻同佢哋搞到白卡，仲涵蓋埋佢申請之前嘅呢個嘅醫療費用啦。咁啊慳翻佢都應該有幾萬蚊嘅醫療費用噶啦。新嘅規定係咁樣噶。擴充白卡即係65歲以下嗰啲 Maja 嘅白卡啦，佢哋嘅追溯期咧將會由而家嘅3個月縮減到只有1個月，其他嘅傳統白卡將會由3個月縮減到去只有2個月。而第三，如果你嘅收入係介乎於聯邦貧窮線嘅100% 到138% 之間啦，相比而家你去睇醫生啊、去診所度咧係唔需要俾錢嘅情況咧，你將來咧都係要為部分嘅醫療服務咧俾翻一個最多35蚊嘅自付額。而最尾我哋亦都係會講一講呢度最受關注嘅項目——工作嘅要求。咁啊，根據法例啦，呢項嘅政策咧將會喺2027年之前咧正式實施。咁啊，首先有唔少嘅人士咧係可以豁免呢一項嘅工作要求噶。呢度包括住未滿19歲嘅人、65歲或以上嘅長者、囚犯、孕婦、重症嘅病人、需要照顧13歲或以下嘅，又或者係殘障兒童嘅父母，同埋係面臨緊一個好短期嘅困境嘅人士等等。咁但係其餘人士每6個月咧要向政府提供資料，證明佢哋喺過去嘅3個月之內曾經有1個月完成以下嘅其中一項：A. 工作唔少於80個鐘；B. 參與社區服務唔少過80個鐘；C. 參加職業訓練嘅計劃唔少過80個鐘；D. 修讀半日制嘅教育課程；E. 以上任何嘅項目合計唔少過80個鐘；F. 月嘅收入係超過聯邦最低工資乘以80個鐘嘅金額；G. 如果係季節性嘅工人，喺過去嘅6個月之內，平均月收入係超過聯邦最低工資乘以80個鐘嘅金額。咁啊，因此啦，如果你單睇呢個嘅法律條文啦，其實呢啲嘅規定啦，都尚算係比較寬鬆噶。尤其對於一啲住喺經濟比較蓬勃嘅地區嘅人嚟講啦，要達標咧，其實就好似唔係好難喎。但正如我哋上一集咪講過嘅，其實導致嗰1000幾百萬人去冇咗醫保，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唔係呢啲條件嘅本身啊，而係因為去核實呢啲嘅條件嘅嗰個行政嘅程序太過嘅繁瑣，太過嘅困難，令到嗰啲申請人去卻步啊。例如咧，我哋啱啱咪講到每半年要去填寫嘅嗰份即係19頁嘅嗰份收入嘅證明文件嘅，你仲要額外嘅要求啲人去提供呢啲嘅工作相關嘅申報啦，要加埋即係聯邦咪會 cut 咗我哋嗰個嘅州政府嗰個資助嘅。每個州佢哋嘅人手啦，同埋你行政嘅資源咧，日益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會更加難去攞到啲嘅醫療白卡噶。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呼籲各位即係有心人士啦，喺未來嘅一段日子啦，都可能係要主動去協助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啦，即係可能佢係需要填寫呢啲嘅表格嘅，咁啊可能你哋真係要主動嘅去幫一幫佢哋填呢啲表格。而各大嘅醫院啦、呢啲嘅醫療機構啦、社區嘅組織啦、社工等等嘅單位啦，都係好應該去加強佢哋嘅外展服務啦，去協助呢啲嘅弱勢社群等佢哋起碼都明白咗呢啲嘅規定啦，都確保佢哋就算佢哋係合乎資格嘅，都要填好晒呢啲表格，去確保政府係收到呢個文件，等佢哋唔好因為咁樣去攞唔到佢哋應該得到嘅醫療嘅保障啦。而喺呢一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去介紹一個相對地容易去達標嘅條件，應該咧就係啱啱提到嘅條件 F， 1個月內嘅月收入係唔低於聯邦最低工資乘以80個鐘啊。咁喺呢個頻道拍咗咁多集，其中一集之中啦，我咪同大家討論過以聯邦最低工資喺美國為生嘅情況嘅。咁我哋目前嘅聯邦最低工資咧係每小時嘅7個2毫半，相對我哋而家加州嘅16個半咧係低咗超過1倍噶。而根據統計，截至2024年，全美仲有大概1% 嘅工人咧，佢哋嘅工資係等於或者係低過呢個嘅水平。如果你以7個2毫半乘以80個鐘嚟計要攞到醫療白卡咧，其實月收入咧就只係需要580蚊。而上一集我哋咪提過，只要喺申請前嘅3個月之內有1個月達到呢一個標準咪得嘅。
所以呢一個嘅條件，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咧，就係嗰個法例嘅條文入邊出現咗一個新嘅詞語 monthly income 月收入，究竟指嘅係乜嘢咧？係單純你要做嘢先有嘅勞動收入啊 earned income， 定還是係包埋其他類型嘅收入 unearned income 咧？喺法案嘅文本入邊，其實並冇明確嘅定義㗎。畢竟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啦，其實呢個法案真係通過得咁 Q 快，喺成個過程之中咧，當然有啲嘅條文啦就係存在一啲措辭咧就唔係話咁清晰嘅情況啊。而喺原有嘅 Affordable Care Act， 即係 ACA Obamacare 啦，入邊去判定嗰個申請人佢係唔係符合資格咧，係根據我哋頭先所講到嘅 Margin 嘅標準噶。咁但係呢一度嘅月收入又冇明文規定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預期嘅喺未來咧，將會由每一個州嘅政府佢哋去解釋同埋去執行，亦都唔排除有申請人咧就呢一個嘅問題提出訴訟。而喺呢一度咧，我就假設你住嘅係一個相對地比較進步嘅州份，佢哋對月收入嘅定義定得比較寬鬆。喺呢個嘅條件之下，就算你完全冇做嘢，攞唔到一個勞動收入，都仲有可能去符合法案之中所謂嘅工作要求嘅喎。咁啊，問一問大家喺大家嘅生活之中，有啲乜嘢係可以每隔一段時間俾你一份好穩定嘅收入咧？咁啊，當然呢個頻道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啊，最常見嘅例子當然係一隻有得派息嘅股票啦。我哋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去說明一下。咁呢度咧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嚟噶。如果你持有可口可樂 Coca-Cola 嘅股票，嗱呢度咧我哋係指係有呢個 recipe 嗰間公司，唔係入樽嗰間公司啊。呢間公司咧佢每季咧係會派一次息噶。而家嘅股價咧大概係70蚊左右啦。佢每季咧係可以派到5毫子嘅股息。而事實上，可口可樂咧已經連續派息超過53年，就算用粟米糖漿定係用砂糖都好啦，有邊一個美國人唔飲呢？我喺度假設你擁有1150股嘅可口可樂股票，每季你都可以收到大概580美金嘅股息，咁啊就啱啱好滿足到頭先法案入邊所定明嘅工作要求呢個最低嘅標準啦。咁啊，當然啦，聰明嘅網友咧你都會指出啦，其實你係冇必要一直嘅持有可口可樂噶。咁啊，只要你喺每一次派息之前嘅嗰日叫 ex-dividend date 除息日咁啊買入呢一隻股票，然後之後咧你係可以賣翻出去噶嘛。咁啊就好似好多人咧成日都所講到嘅叫做 dividend capture strategy。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到工作要求係每6個月去檢驗你一次啊嘛，咁所以咧你每年只係做2次去錯呢啲嘅收入出嚟2次就得噶咯。而如果你真係諗到呢一度啦咁你可能都會話啦，咁其實我直接跳過股息都得啦。曾經有睇過幾年前同大家去拍嘅個人理財影片啦，你都應該仲記得有一集咧，我咪同大家講過一個好重要嘅，去幫大家去提早退休工具，亦都就係資本增值嘅收集。Capital Gain Harvesting 嗰一集咧，應該都係呢一個頻道開台至今啦，講得最深奧嘅一集嚟噶啦。咁啊，假設你喺第一季蝕咗580蚊嘅資本，但係第二季你又賺翻相同嘅580蚊嘅 Capital Gain， 咁啊呢一度咧，你係主動去 realize 去實現佢噶。你咁樣循環嘅操作，而每一次嘅 Capital Gain 都係啱啱好落喺每一次嘅收入嘅認證嘅嗰3個月之內咧，你就係可以符合到法案入邊所定明最低工作要求嘅定義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各位網友都唔需要過分嘅去聚焦我哋頭先所講到呢2個咁極端嘅案例咁啊，不妨再舉一個更加去實際去大家去用到嘅例子咁啊，老嘅觀眾或者會記得啦喺嗰條 Capital Gain Harvesting 之前嘅一集我哋咪講到一對嘅夫婦，佢哋年約50幾歲，佢哋希望去申請醫療白卡，去實現所謂嘅白卡的夢嘅。咁啊，我再假設佢哋名下係擁有100間屋、100架車、100架遊艇，但係呢啲嘅資產咧，並冇為佢哋產生任何需要佢哋要報稅嘅收入。而同時，佢哋喺證券行一個普通嘅投資戶口入邊，我哋唔好去計啲 401k 同 IRA 啦。喺入邊咧係有100萬美金揸住 VTI 追蹤美國總市場嘅一個 ETF 啦。以而家大概1.21% 嘅年股息去計算啦，佢哋每年咧係可以攞到12100蚊美金嘅股息。而一個兩人家庭啦，如果係以一個聯邦貧窮線138% 去計啦，佢哋年收入嘅上限為29187美金。換句話說，佢
佢哋兩個人咧仲係剩翻17,087蚊美金，係可以俾佢哋嚟做實現呢個嘅 capital gain harvesting，而係唔去超過嗰個限制攞唔到白卡㗎。我哋再喺度假設佢哋當時買 VTI 嘅成本價係200蚊，而家賣翻出去係300蚊，咁佢哋每年咧最多係可以賣出170股嘅 VTI，產生大概17,000幾蚊嘅 capital gain。而如果佢哋賣咗出去之後唔再買翻入嚟，咁佢哋每年咧就會有股息加埋呢度賣股收翻入嚟嘅現金流，呢個總計係每年63,100蚊，但係佢哋同時都係可以攞到白卡。咁所以咧，對於呢兩公婆即係有資產嘅朋友嚟講啦，其實大而美法案咧係對佢哋講嚇係冇乜影響噶，因為咧根本係冇去改動嗰個呢個擴充白卡係去唔查你嗰個資產呢個咁核心嘅原則啊。就好似前幾集我所講到啦，個法案嘅核心嘅目標係去劫貧濟富啊嘛，即係本身你已經係過得好慘噶啦嚇，你雞蛋都買唔起噶啦，你生活係好難去維持嘅弱勢社群啦，可以話係進一步去扼殺呢啲人嘅生活空間。咁但係相反噶，如果你係屬於一個知識分子啦，或者係個資產階層啦，你有咁嘅能力去應付呢啲咁新增嘅行政嘅程序嘅時候，即係可以去理解頭先我同大家講嘅呢個內容啦。你係可以去靈活嘅去安排你自己嘅資產、你嘅收入嘅結構咧。咁樣嘅話咧，其實大而美咧對於你嚟講咧，個影響咧係相當有限噶。而影片嘅最後咧，我再同大家去講即係更加多呢度相關嘅內容嚇。然後我哋嚟講一講呢個法案對 Obamacare， 即係我哋加州嘅 Covered CA 啦，規則相關嘅修訂啊嚇。同醫療白卡唔同，Obamacare 咧本質並唔係一項嘅社會福利，只係一種嘅稅務嘅補貼啦。然而可惜嘅係呢項大而美咧，亦都係對 Obamacare 新增有好多嘅修訂。第一，縮短咗開放嘅登記期，由原本嘅11月1號到之後一年嘅1月15號咧，縮減到去11月1號到12月嘅15號。第二，收緊呢啲特殊嘅登記期間嘅申請嘅資格，當中就包括住過往係對低收入人士最重要嘅一項。當你係突然間俾你公司去解僱咗嘅，但係你預計當年嘅收入咧係比較低，係低過聯邦貧窮線嘅150% 嘅話咧，你係可以透過一個特殊嘅資格 （Special Enrollment） 即時嘅去申請 Obamacare。但係未來呢一項嘅安排咧將會取消，你必須去等到去年底啦。頭先講到呢個縮減咗嘅一般嘅開放登記期 （Open Enrollment），而期間你可能係冇咗醫療嘅保險嘅保障，睇唔到醫生。第三，當你申請嘅時候咧，係必須去遞交額外嘅收入證明。如果你係自僱人士啦，又或者你嘅收入波動比較大咧，喺稅局冇辦法即刻去核實你嘅收入嘅情況之下咧，你係要補交相關嘅證明文件㗎。而如果申請人嘅預計收入係低過聯邦貧窮線嘅100%，政府都係會設立一啲額外嘅驗證程序。而同而家你申請嘅嗰一刻就即刻攞到 Obamacare 嘅 subsidies 唔同啦，將來咧係必須要喺你申請獲批之前咧就完成晒呢度所有嘅驗證，先攞到嗰個嘅保費嘅資助。亦即係話期間咧你係攞唔到保險噶。而喺每年嘅續保嘅時候，亦都係需要大家去更新翻收入、移民嘅身份、你嘅家庭狀況等等嘅資料。而另外喺今年25年嘅8月起 ，DACA 嘅身份嘅人士咧，將會係冇咗攞呢個 Obamacare 嘅 subsidies 嘅資格。而就算啦，你話頭先我哋所講到嘅嗰啲嘅條件係唔關你事都好嚇，你而家係用緊Obamacare 嘅，喺下年26年起啦，你嘅保費咧都係會全面嘅上調噶。除咗因為咧，我哋片頭咪提到話大而美法案將大部分原本係符合資格嘅民眾踢出我哋嘅醫保嘅體系，減少咗我哋嘅受保人數，令到成個呢個保險嘅池呢個 pool 變得更加細。每一個投保人佢哋需要同埋嗰啲保險公司啦，佢需要去承擔嘅風險佢哋嘅保費自然會上升之外啦，更加關鍵嘅原因咧，其實係因為現屆政府佢選擇唔去延續上一屆拜登時候啦所推出嘅擴充嗰個嘅保費嘅資助嘅措施啊。咁對此啦，呢一個我喺大選之前咧同大家去講過噶啦嚇。而根據媒體嘅報導啦，大家平均嘅保費咧嗰個上漲嘅幅度咧係將係會超過75%，而漲幅最大嘅一群啦，
將會係收入超過聯邦貧窮線400%嘅人士，因為佢哋係會完全喪失補助嘅資格。呢度人士嘅收入大概係咁樣噶：單人嘅家庭6萬蚊，兩人家庭8萬蚊，三人家庭10萬蚊。而對於呢啲嘅家庭嚟講啦，係咪攞到個補助呢？嗰個差距咧係可以差天共地噶。因此啦，都好希望如果你係介乎呢個嘅收入嘅區間啦，請你務必嘅提早規劃，妥善應對。否則嘅話啦，等到你去4月去報稅嘅時候咧，你可能要嘔翻之前俾你嘅呢啲可能上萬元嘅補助金噶。而我哋之前講401K嘅嗰一集，我咪同大家去介紹過一啲實用嘅規劃嘅方法嘅。如果你要去壓低你嘅 margin 呢個嘅收入，最直接嘅方式之一，當然就係向你嘅傳統嘅 401K、傳統嘅 IRA 退休嘅賬戶去供款啦。假設你係一對嘅夫婦，你嘅年收入係16萬嘅，咁好明顯已經超過咗頭先所講到嘅補助門檻啦，亦即係81700蚊聯邦貧窮線400%嘅呢條線啦。理論上佢係1蚊嘅補助都攞唔到噶。咁但係啦，如果佢哋雙方都係供晒佢哋嘅傳統 401K、傳統嘅 IRA， 加埋佢哋嘅 catch-up contribution， 再加埋頭先我哋所講到嘅 capital gain harvesting 嘅相反 capital loss harvesting， 收集呢啲嘅資本虧蝕，同埋向佢哋嘅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彈性嘅支出嘅戶口去供款，佢哋就有咁嘅機會將佢哋嘅呢個稅務嘅收入 margin 咧降落去400% 以下，重新嘅獲得少少嘅補助嘅資格。而如果呢，你係選擇提早退休噶，我哋之前咪提過有一個叫做 Roth Conversion Ladder 呢個嘅策略嘅。今次嘅修訂咧都係唔會對你造成太大影響噶。而呢一度嘅例子咧，我哋就唔再重複去講啦。講到呢一度啦，我知道有好多嘅網友啦好支持呢個法案啦當然就係出於大家你哋自己嘅主觀意願啦，就覺得你冇睇內文啊嘛，你就覺得呢個嘅立法咧係去堵截一啲你眼中入邊睇到嘅嗰啲濫用福利嘅個案，例如啦，好似頭先所講到啦，有啲人咧就有好多嘅出租物業嘅，有好多嘅靚車嘅，甚至生咗好多嘅仔女，佢哋有好高薪厚職嘅，但係佢哋仍然係可以攞到白卡。但係咧，我可以斬釘截鐵嘅咁同大家去講啦，呢條嘅法案根本係冇辦法去堵截呢啲所謂嘅漏洞噶。因為啦，擴充醫療白卡嘅政策由始至終只係限制大家嘅收入，係冇設任何嘅資產審查機制。而呢一點咧喺呢個法案入邊咧係完全冇改變到噶。等我哋又翻去頭先嗰50幾歲嘅夫婦啊，假設佢哋嘅名下係有一間市值100萬嘅出租物業。佢每個月咧係收到5000蚊租噶，但係如果佢哋仲有80萬嘅貸款，以6% 嘅利率嚟計啦，每年淨係計利息咧就已經係高達48000蚊，再加埋啦啲地稅啦、折舊啦、維修啦、雜項等等，其實佢哋每年報稅咧，佢哋嘅賬面咧係顯示呢一項嘅投資咧，一係就零，一係就係虧蝕噶。而就算你話間屋啦，嗰個市值會不斷咁升噶，100萬升去120萬、150萬、1000萬都好啦。但呢一部分嘅增值咧，都係屬於係資產嚟噶，而唔係佢哋嘅收入。而大家都知道啦，當你擁有第一間嘅出租物業之後，往往你就希望買第二間，而2間就會變4間，4間就會變8間，8間變16間，16間變32間，最終累積到去100間都並唔係冇可能噶喎。而如果佢哋再擁有100架車、100架遊艇，生多100個仔，而佢哋每一個仔女咧，每年都係收入到100萬，依然佢哋都係可以攞到醫療白卡嘅喎。而題外話，各位網友，呢度所顯示嘅所有資產咧，都係公開㗎。喺現行制度咧，其實你就根本係冇需要去隱藏資產而攞到白卡㗎。因為根本就唔查你資產啦。而就算你係超過埋65歲㗎，你都係可以透過畢竟呢啲律師咧都要掠你水㗎，白卡嘅信託等等一啲所謂嘅 irrevocable 不可撤銷嘅信託方式，將呢啲嘅資產由你嘅名下轉去其他嘅地方無論你轉喺啲小朋友，無論你轉喺啲信託入邊都好啦，從而去達到相同嘅目的。咁你話呢一度係咪公平咧？我相信啦，大家其實心中都自有判斷啦。但係咧，我都好希望你應該去先反問一句說話。點解人哋可以有100間屋而你冇咧？
我經常咧都同身邊嘅朋友去講噶啦，唔好因為嗰個制度單單唔公平，就去忽略咗你自己要去努力嘅重要性啊！好多人從來都唔去反思自己點解會陷入困境咧，雞蛋買唔起，汽油入唔起，反而將啲所有嘅責任推落去個社會度，推落個制度度，甚至嗰啲係願意去努力嘅、願意去提早去規劃嘅人身上啊！好似人哋呢一啲上咗年紀，佢有少少嘅資產嘅，可能係因為佢哋後生嘅時候死慳死抵，飯都唔捨得食多餐嘅，佢哋識得去儲錢，佢識得去報稅，佢識得去善用佢哋嘅資產等等嘅。但係你自己仍然覺得咁辛苦，個問題係咪出現咗喺你自己嘅身上咧？講到底其實美國去設計出呢啲嘅擴充嘅醫療白卡，本來就冇打算去查大家嘅資產噶。因為喺美國啦，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啲叫 paycheck to paycheck 月光族噶嘛，咁你根本就冇資產去查嘅。你額外要去做呢啲咁嘅審查咧，當然你就話係查到一部分嘅人嘅。咁但係相對你額外俾得多出嚟嘅呢啲行政嘅成本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得不償失噶。而其實嗰一小撮人入邊咧，我諗我哋亞裔、我哋華裔嘅社群入邊咧，都佔咗好多噶啦。畢竟啦，我哋死慳死抵我哋儲蓄嘅比率咧，當然就係比其他人高好多啦。我哋一有收入嘅話，會攞出嚟做咩啊？去買樓咯，去買鋪咯，去投資一啲實體嘅資產咯。根據2022年人口普查嘅資料，家庭嘅資產最少嘅係非裔同埋西裔，分別咧就淨係得20萬同埋29萬嘅家庭淨資產，而資產最多嘅其實係亞裔，甚至比白人咧仲要多20萬添啊！咁Tommy 同大家換一個比較通俗少少嘅講法啦。如果你同一個白人去結婚即係單係計你結婚嘅嗰人咧，你就會少咗20萬身家。如果你係同一個非裔、同一個西裔嘅人去拍拖咧，咁只能夠同你講啦你就有情飲水飽嘅啫。OK，咁當然呢度係純粹講笑啦並冇任何嘅歧視嘅意思噶。而且咧，其實我哋亞裔咧佔美國嘅人口咧本身就係好少嘅，領取福利嘅比率啦，當然就更加低添啦。2020年嘅時候就只有5.5% 用咗 Medicaid。咁所以咧，就算各位網友你係覺得呢個制度係有被呢啲嘅華人所謂濫用嘅問題嘅話啦，你都應該要諗一諗，究竟如果你改變咗呢啲嘅制度，對你作為一個少數族裔住喺美國咧，有啲乜嘢嘅好處咧？而其實生活喺美國啦，即係特別住喺華人嘅社區啦，總係充斥住一啲即係令人哭笑不得嘅一種好荒謬嘅講法啦。即係有啲人咧就淨係睇到一啲嘅少數啦，所謂濫用福利嘅個案啦，卻係完全去無視成個制度出現咗啲咩嘅問題，唔去睇一睇嗰啲真係好窮嘅，你話佢冇收入嘅、冇資產嘅、雞蛋都買唔起嘅嗰啲人，幾任佢過得咁辛苦。更加去黑埋隻眼，唔睇嗰啲特權嘅階級點樣去偷雞摸狗，去佔盡我哋社會嘅便宜，去拉一派打一派嘅故事。我相信各位最上咗年紀嘅人啦，早已經去聽聞啦。我亦都係好希望大家咧，即係各位觀眾啦，去睇嘅時候睇得更加宏觀少少，去明白每一個嘅制度嘅設計背後究竟係啲乜嘢嘅現實嘅考慮啊。而其實啦，如果你話真係有啲人真係咁有錢，佢有100間屋、100個遊艇，佢哋根本就唔需要花咁多嘅時間、咁多嘅精力去規劃，只係為咗攞一張咁少嘅醫療白卡。真正令到佢哋唔去攞白卡嘅咧，唔係法律嘅條文嘅本身而係佢哋自身喺社會上面嘅地位同埋佢哋嘅階級心理啊。佢哋會唔會願意同基層嘅市民去睇同一個醫生、同一個嘅診所、同一個醫院，過住同一種嘅生活咧？同一個道理喺香港，就算政府嘅街症，大家一樣排隊，一樣收費都係咁平噶啦。你又有幾可會見過有真正嘅有錢人去排睇街症呢？而無論如何喺最尾嘅一段時間啦，即係我哋唔好去講呢啲咁有錢、咁有際遇嘅人啦。我哋嚟講翻一啲，如果你真係一個好弱勢嘅社群入邊嘅，你係真係咁唔好彩嘅，成為呢項法案入邊冇咗醫療保險嘅人，你應該點樣去應對啊？嗱，咁冇保險啦，就代表你睇病就好貴啦。咁但係都請你好記住一樣嘢，就係唔好因為費用咁昂貴咧，就去延遲求醫。你身體一出現任何問題咧，唔該你即刻去睇醫生。我喺美國住咗咁多年啦，其實我係親眼睇咗太多嘅例子啊。有啲人就為咗去慳嗰區幾百蚊嘅診金咧，錯過咗一個黃金嘅治療期，最後點啊？中風咯，癱咗咯，甚至連命都冇埋咯。
我係好唔希望呢啲嘅事咧發生喺任何人身上。所以咧，真係如果你遇到任何緊急嘅情況咧，請你馬上嘅去你最近嘅急症室。而正如上一集我提到啦，醫院咧喺法律上面同埋道德上面咧都係有責任同大家做一個治療噶。但係之後咁龐大嘅醫療費用，大家應該點樣去處理呢？有冇討價還價嘅空間呢？有啲乜嘢嘅法律嘅保障係可以大家去依靠呢？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講解醫療債務嘅一集。當嗰個病人佢冇辦法去償還呢個費用，醫院最終係要自行去承擔損失，而呢啲嘅損失最後都係會轉嫁俾其他嘅病人，導致所有人嘅醫療嘅費用同埋保費嘅上升，最終亦都會引發民怨，形成社會嘅壓力，而媒體亦都係會大肆嘅去報導，然後醫療嘅機構、保險公司、病人組織，再加埋一啲嘅遊說團體，同大家最重要嘅選票，會共同嘅向政府施壓，推動修法。而呢一個就係美國200幾年嚟由下而上嘅民主制度嘅運作方式。無論你嘅利益幾咁渺小都好，只要你能夠去結合一啲有影響力嘅團體，你同樣都係可以爭取到一啲嘅改變同埋一啲嘅保障。大家試想象一下，1700萬人排隊喺個醫院門口瞓喺度去等待治療嘅畫面，再加埋一啲嘅媒體、一啲嘅社工、一啲嘅人權嘅律師，嗰個嘅場面係會幾咁震撼呢？咁巨大嘅壓力，足以撼動成個制度，去推動我哋社會嘅改革。歌仔都有得你唱啦。最後都同大家去睇一睇我哋加州獨有嘅情況。今次法案通過之後啦，確實會令到有唔少嘅人冇咗醫療保險，包括住我哋片頭所講到嘅擁有綠卡但係未住滿5年以上嘅居民。咁加州係唔係仲可以幫手去承擔佢哋嘅醫療保障呢？目前係未知之數噶。而未來我哋加州可能需要喺3類人入邊去作出取捨：無證移民、新移民或者係長者。由2015年到2022年，我哋加州擴大咗白卡嘅覆蓋範圍，涵蓋所有嘅無證移民。喺2022年到2024年，都放寬咗資產嘅審查，等65歲以上嘅長者都係可以申請到白卡。但係呢啲嘅政策全部都係依賴我哋加州自己嘅預算。而家嚟自聯邦嘅補助減少，加州未必係可以維持原有嘅政策㗎。而大家應該都睇到新聞啦，老人嘅白卡唔查資產嘅呢個嘅規定咧，喺將來好可能係會取消，改翻去以前嘅標準，就係老人家嘅資產係唔可以超過2000、3000美金。而無證移民嘅白卡資格亦都係會進一步嘅收緊。咁所以加州嘅醫療嘅政策嘅走向，將會係我哋加州人未來嘅社會嘅焦點之一。而喺片頭我咪提過，有一個網友將美國嘅醫療白卡比喻為香港嘅綜援制度嘅。相信你睇到呢一度，你都會明白呢個嘅比喻其實係唔恰當噶。香港嘅綜援係針對一啲經濟有困難嘅人士嘅直接金錢援助，屬於全面性嘅生活救濟。而美國嘅醫療白卡只係提供一個好基本嘅醫療嘅保障，等有需要嘅人都可以去睇病。畢竟大家唔好唔記得，美國係咁多西方發達國家入邊唯一缺乏全民醫保嘅地方。如果你真係要比較嘅話，其實香港嘅綜援制度更加接近美國嘅 SSI 等等嘅現金支援。呢一啲咧，我喺之前嘅福利系列咧入邊已經有詳細解釋噶啦。今集咧我哋就唔會再重複。所以而家其實講到底啦，呢個嘅話題咧，最基本一個問題就係要問你自己，你覺得喺美國攞到一個好基本嘅醫療服務係唔係一項人權呢？如果你覺得唔係嘅話，其實削減福利咧就係我哋納稅人啦慳到一啲嘅資源嘅選擇。但如果你覺得係嘅話，咁就好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當一個人佢攞到個咁基本嘅醫療嘅保障嘅時候，係咪可以令到佢有更加健康嘅身體，去更加去穩定嘅去生活，從而嘅為我哋嘅社會帶嚟更大嘅經濟嘅回報呢？
呢一個咧，先係我哋真正應該討論嘅問題嘅核心啊！而無論點都好啦嚇，將來究竟你有冇保險都好，我哋未來嘅醫療嘅保費啦、服務嘅水平啦，基本上可以肯定咧係會越嚟越差噶啦。呢個咧亦都係呢個現屆政府上咗台之後最直接嘅後果之一。咁但係平心而論嘅，無論外邊嘅環境點樣變都好，法律嘅制度點樣改都好，你同我都係會覺得好無助都好。但有一樣嘢啦，始終都係掌握喺你我嘅手中，呢個就係你自己嘅財務未來。請你啦，都喺你其他嘅一啲嘅選項入邊啦，作出適當嘅調整，嘗試讓你自己仍然係去維持到你想要嘅生活嘅品質。如果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內容咧，都好希望你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啊，即係有任何嘅問題咧，歡迎喺下面留個言話俾我聽啦嚇，咁我哋會解答嘅，可以嘅話啦嚇。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我哋家要共效議，更要將宿怨盡掃除，安康過日子，和氣不可有妒忌。嘿，大眾合作好相處，千斤一擔亦不遲，齊集奮力冇猜忌，一切都好順利。嘿，花雖好要葉滿枝，魚雖狡結有美滿詞，鼓掌莫似意，團結一心幹大事。嘿！好啦，而家支歌你哋個個都識唱啦，繼續第二課啦吓。